他忽然想起之前小团子之前问他你是不是我娘亲的时候自己怎么回答的，想到这里魏无羡就想笑，不知道以后小家伙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小家伙生不生气他不知道，但是蓝湛肯定会生气的。魏无羡在这里想小家伙和蓝湛，殊不知在天上的兰陵也吵着要下界。父君，您之前答应阿玲的，说过一段时间要带着阿玲去夷陵找哥哥玩。蓝忘机有些无奈，哄道：你还没好全。兰陵从床上跳下来，说道：父君，我好了，可以去了。蓝忘机拗不过兰陵，答应了一会带着他去。这个时候，蓝启仁从外头进来了，蓝忘机看见了，微微颔首，道：叔父。兰陵也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蓝老先生。蓝启仁点了点头，说道：忘机，天庭那里下了请柬。蓝忘机挑了一下眉，语气平淡，道：什么请柬？蓝启仁摸了摸自己的胡子，说道：说是过段时间是天后大寿，给我们也下了请柬，我跟西尘说了，西尘说看你怎么想。毕竟700年前蓝忘机大闹天庭的时候，可是震惊了不少葛路神仙。蓝忘机把兰陵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说道：忘机听叔父的旨意。蓝启仁摸了摸兰陵的头发，说道：那到时候我们再商议，我就是对你说一声，提前有个准备。蓝忘机点了点头，说道：忘机知晓了。蓝启仁也不多待，简单的说了几句之后就走了。兰陵拽了拽蓝忘机的袖子，说道：父君，我们下界去吧。蓝忘机微微叹了口气，道：依你。兰陵一听，欢快的点了点头。等蓝忘机和兰陵来到夷陵的时候，发现并没有看见魏无羡去哪了，但是正好碰到出门采药的温情和温宁。温情一看见蓝忘机和兰陵，眼里闪过一丝别样的情绪，微微的行了一个礼，道：拜见小蓝公子韩光君。蓝忘机道：不必如此多礼。兰陵问道：姐姐，那个魏婴去哪了呢？温情仔细想了想，说道：应该在夷陵的后山处，蓝小公子和韩光君不妨去看一看。蓝忘机道：多谢。然后一个闪身就没了影子。温情觉得这件事情和他们关系也不是很大，又专心的和温宁一起去找药材了。魏无羡正在夷陵后山的树上闭目养神，不然就从远处听到了一个声音：魏婴，你在哪里呢？小家伙这可是一点都不害怕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哥哥不会对自己做什么的。魏无羡睁开了眼睛，这个声音一听就是那个小家伙的声音。小家伙肯定是不会擅自下来的，肯定是有人陪着来的。果然，魏无羡定眼一看，就发现了身后的蓝忘机。不管怎么说，魏无羡看见蓝忘机和兰陵还是很高兴的。但是他要怎么样隐藏才能让蓝湛不发现一丝破绽呢？小家伙已经看见自己了，魏无羡就笑着应了一下，说道：哎呦，这是谁来了？魏无羡动作轻快利落的从树上跳了下来，一下子就落到了小家伙的身边。兰陵说道：是我。魏无羡说道：我知道是你，你怎么来了？小家伙道：这里好玩，我就让父君又带我来了。魏无羡点了点头，说道：好玩，那你就多玩几天。兰陵看了看身后不说话的蓝忘机，蓝忘机看见了小家伙的眼神，说道：可以。得到父君的认可，小家伙更开心了。就这样，魏无羡和蓝忘机还有兰陵在夷陵玩了几天，3个人相处的还好，但是魏无羡和兰陵玩得非常的开心。玩累了，魏无羡就拉着小家伙坐在草坪上，给兰陵整理好有些乱的头发。兰陵看着魏无羡腰间的笛子，又看了看魏无羡头发上的发带，还是开口问了句：哥哥，你当真不是我娘亲吗？魏无羡一呆，抿了抿唇，随即又笑着说：哥哥肯定不是啊。兰陵似乎是有些失落，低声嗯了一声。魏无羡有些心疼，轻轻地摸了摸兰陵的小脸，好像是在安抚着。然后他不经意的抬眼，就发现了蓝湛在看他，准确来说是在看他们2个，只不过看向魏无羡的眼神带了一丝不明的情绪。魏无羡的心短暂的停了一下，忽然就有些心虚的转向了一边。蓝忘机开口喊道：魏婴。语气虽然和平常没什么变化，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魏无羡心虚的原因，硬是听出了一丝别的意味。魏无羡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笑着说道：白龙仙君有何贵干啊？蓝忘机看了看魏无羡，
刚要开口说什么，到嘴边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是说道：“阿玲这几天很开心。”魏无羡笑着说道：“小家伙开心就好啊。”蓝忘机嗯了一声，也许是玩累了，小家伙直接就趴在草坪上睡着了。魏无羡看见小家伙没有反应，心里惊了一下，想着是不是病情发作晕倒了，毕竟前几天就是这样。魏无羡喊道：“小家伙！”小家伙在草坪上睡得香甜，魏无羡怕草坪上个的小家伙不舒服，就把他抱在了自己怀里面睡。魏无羡也是第一次这个抱小孩，多多少少有点不熟练，但是调整了一次姿势就好多了。蓝忘机过了一会道：“魏婴，你这些年过得好吗？”魏无羡一听，身子僵了一下，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难受。他的蓝湛还以为自己不记得他和孩子了，估计心里也是难受的，但是还是开口问他过得好不好，心里有些酸涩的疼。魏无羡抱着兰陵，一双精致漂亮的眼睛含着温柔的水光，看着蓝忘机轻轻的笑，说道：“好啊，我觉得挺好的，没事就修炼，修炼完了就去凡间看一看。”蓝忘机嗯了一声，道：“那便好。”两个人又是一阵无言，主要是魏无羡太过于心虚，他不敢看蓝忘机的眼睛，生怕自己一不留意就露出了破绽，他都不敢主动开口跟蓝湛说话。蓝忘机看了一眼魏无羡怀中睡得熟的小兰陵，说道：“把他放在床榻上睡吧。”魏无羡道：“那小家伙没事吧？睡一会就醒了吗？”蓝忘机应该知道魏无羡在想什么，解释道：“没事，他一会就醒了。”魏无羡一听，这才松了口气，应道：“好的。”他把兰陵放在床上，然后仔细的给兰陵盖好了被子，等他放松下了，才觉得自己的胳膊一点酸，小家伙也是有一点重量的。魏无羡偷偷的瞧了一眼蓝忘机，蓝忘机似乎和之前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比之前更俊俏了，之前的脸张开了，更成熟稳重了，但是周身的气质也更难平易近人了。哎，小古板就是小古板。蓝忘机不说话，魏无羡也不说话，这气氛就越发的尴尬。到最后魏无羡实在是忍不了了，于是不自在咳了一下，道：“韩光君，不如我们先出去吧。”蓝忘机还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但是还是跟着魏无羡出去了。魏无羡觉得蓝湛今天的表现似乎有点古怪，但是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古怪，难道是他察觉出来了？魏无羡在前面走，蓝忘机在后面跟着他，他还是和之前没有变，喜欢穿一身黑衣，腰间挂着一个笛子，笛子上面挂着一个鲜红的穗子，绑着高高的马尾，笑起来沐浴春风。